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女人老了，走不动时一定要守好这5个隐私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徐桂兰，一位65岁的老人，之前一直居住在农村。几年前，当她的儿媳妇生下孩子时，她决定搬到城里去帮忙照顾。大家都说婆媳关系复杂，起初她并不相信，因为在老家时，儿媳妇每次来看望她都会带来许多礼物，说话也十分客气。然而长期生活在一起后，彼此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。有几次，面对儿媳妇冷淡的态度和刺耳的话语，徐桂兰几乎想要离开，但她想到儿子的不易，面对房贷车贷的压力，她还是选择了忍耐。她和老伴都是农民，没有养老金，未来的养老还得依靠儿子一家。在儿子和儿媳妇上班的时候，徐桂兰主要负责照顾孙子。她常带着孙子去小区花园玩耍，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同龄朋友。他们有的也在帮子女带孩子，有的是城市里退休的人。在与他们的交谈中，她无意间提到了与儿媳妇之间的不和。然而，一位好事的邻居却将此事夸大其词地传播开来，导致整个小区都知道了这件事。有一天，儿媳妇回家后对徐桂兰大发雷霆，显然她也听到了那些传言。那次争吵非常不愉快，徐桂兰一气之下回到了农村老家。现在儿媳妇的妈妈已经过来帮忙带孩子，很长时间了，儿子和儿媳妇也没有回老家看望他们。徐桂兰想念孙子也见不到。徐桂兰感叹，真是祸从口出。她的一句话破坏了婆媳之间的关系，也让自己的晚年生活陷入了无奈的境地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可是在老了之后，随着身体状况日益下降，我们渐渐会变得力不从心，只能靠子女照顾。当你已经垂垂老矣，走不动了，连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时候，有些事情最好守口如瓶，也是给自己晚年一份保障。一，女人老了，沉默是金。沉默是金，说多错多。女人老了，为了减少自己犯错的几率，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少说话，多做事。很多私密的事被别人知晓，都是因为不小心从嘴里说出去。只有将心中的秘密守护住，自己才能有一个安静祥和的生存环境。很多人的不幸都是因为说多了话，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，将自己的弱点暴露给被人，最后只能落得一个凄惨的现象。王阿姨今年68岁，和她的老伴都是退休工人。他们的独子已经成家立业，两人辛苦工作多年，积攒了几十万的养老钱，每月退休金加起来有1万多。去年在老家亲戚孩子的婚礼上，王阿姨透露了自己的退休金和积蓄，引来在座亲朋的羡慕。然而老话说得好，家里有财不外露，这话一点不假。他的这番话带来了后续的麻烦。没过多久，王阿姨的舅舅家大表哥打电话来，说小儿子买房结婚缺首付，想向他借钱。尽管不情愿，但考虑到表哥的情面，王阿姨还是答应借出3万。表哥虽道了谢，但语气中的不满显而易见，这让他和老伴都很不高兴。老伴警告他别再随便借钱，然而烦恼并未因此结束。一天，王阿姨独自在家时，二叔家的堂弟来了，
还带了很多土特产。堂弟在老家是包工头，平时对城里生活的王阿姨并不怎么看得上。这次他却格外热情，诉说自己承包的工程款未结，工人们3个月没领工资，希望王阿姨能借50万应急。王阿姨惊慌之下答应借10万，强调这是应急钱，希望堂弟尽快归还。这件事王阿姨起初没告诉老伴，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。老伴非常生气，和他大吵一架，还逼着他要回这笔钱。之后又有几次老家亲戚找上门借钱，王阿姨都找借口避开了。现在她甚至不敢回老家，感到非常尴尬。后来因为老伴生病住院，王阿姨决定打电话给表哥和堂弟要回钱，然而他们都说暂时没钱，让王阿姨再等等。王阿姨后悔不已，为自己的轻率言语懊恼，不知道这笔钱什么时候能要回来。因此，过了50岁的女人要学会守口如瓶，有些秘密自己知道就好，没必要逢人就说，否则很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，甚至是灾难。2. 女人行动不便了，这些隐私一定要守住。1. 经济情况。在一项网络调查中，关于老年人是否应向子女透露自己的存款情况，接近70%的参与者认为不应该。他们主张老年人的储蓄是他们辛勤努力的成果，其数额与使用方式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，无需向子女公开或寻求认同，尤其是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。他们的财产实际上更多地扮演着安全网的角色，而非用于日常消费的工具，因此，金钱的多少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串数字和一份安心的保障。然而，对于子女来说，如果他们无意中得知父母有这样一笔储蓄，这会带来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，就像在饥饿的人面前摆放了一桌丰盛的宴席，却又被告知不能享用，这无疑对子女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挑战。尽管他们并无侵占父母财产的意图，当子女遇到困难时，他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向父母寻求经济援助，因为父母有这笔储备。这并不是出于自私，而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反应和生存本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如果帮助子女，就会对自身的未来生活产生忧虑；如果保留这笔钱，又可能与子女之间产生情感隔阂。疑虑和猜忌往往会在暗中滋生，即使子女并未因此而怨恨老人，但在日后的生活中，只要出现冲突，老人都会潜意识地认为，这是由于自己当初没有提供经济支持所导致的。这样的局面对子女和老人都会造成持续的伤害。因此，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沉默，不向子女透露自己的经济状况，这将对双方的关系起到保护作用，是一种更为妥当的处理方式。2. 不要炫耀子女的成就。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，父母最爱聊的话题就是孩子，特别是优秀孩子。鲁迅在《说面子》中提到，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，就像晚清时候的长辫子，你只要一揪着辫子，人的身体就整个跟着你走。而孩子就是父母的面子，孩子的成败直接映射着父母的高明或无能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倘若自己家孩子有出息，一定会成为左邻右舍的话题，也一定会被周遭无数父母当作育儿典范回家絮叨。越是此时，越要清醒，旁人越夸子女有出息，越要懂得谦虚。有2户相邻的人家，一家姓王，
一家姓张，他们的儿子都在同一年被一家知名科技公司录用，年薪丰厚。王母听到这个消息，兴奋得一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向邻居们炫耀，甚至详细描述了儿子在面试中的精彩表现，仿佛他已经是公司的 CEO。 他还特意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喜讯，配文我家出天才，年薪100万不是梦。很多朋友给他点赞评论，这让他很是得意。而张母则更加平静，她感谢了大家的祝福，然后便像往常一样生活，没有过多的提及儿子的工作。她私下里对儿子说，这是个好的开始，但记住，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2年后，王家的儿子因为工作态度问题被公司裁员，而张家的儿子却因为表现优秀，被提拔为了部门主管。王母看到裁员通知时无法接受，她责怪儿子没有把握好机会。儿子在自责和压力下，心情低落，得了抑郁症。相反，张母在儿子晋升后，依然保持低调。她鼓励儿子要继续努力，而不是被短暂的成功冲昏头脑。张家因此在邻里间赢得了更多的尊重，大家都知道他们家出了个谦逊有为的年轻人。聪明女人都明白，不炫耀子女有出息，是做母亲的一门必修课。子女越是有贵相，越要藏好这份贵气，越要把骄傲放在心里，默默陪伴他们成长。3. 关于财产的安排，很多人都对死亡这个话题避而不谈，但我们都知道，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自然规律。为了让自己走得更安心，不少老人会选择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，包括财产的分配。他们这么做既是为了让自己放心，也是为了避免子女因为财产问题而产生矛盾和纷争，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老人对子女的一种深沉的爱护。他们希望在自己离开后，子女们能够和睦相处，不会因为钱财而闹得不可开交。但是这样的安排往往并不适合让子女们提前知道，因为人性复杂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想法，很难做到完全公平。电视剧《北辙南辕》中，白金会老人提前找律师公证了遗嘱，将最有价值的房子全部留给了孙女戴小雨。这对于另一个孙女暴雪来说，显然是不公平的。但好在暴雪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不会因为这件事而与家人产生矛盾。然而，这只是影视剧中的理想化呈现。在现实生活中，面对如此不公平的分配，很难保证每个人都能像暴雪那样冷静和理智。老人对于子女的公平和子女们自己认为的公平，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。老人希望每个子女都能过得好。对于生活困难的子女，他们可能会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支持，以求得结果的公平。但是在子女们看来，他们更看重的是过程，他们会认为老人偏心，对某一子女特别偏爱。这种误解和不满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，让老人感到痛心和无助。所以，对财产的分配最好安排在你100年以后，再让儿女知晓。毕竟有些东西是真的很难完全平均的，这个多一点，那个少一点，都会遭致无尽的怨气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把这些烦心事安排在你看不到的时候，免得孩子一旦因为对财产的分配而指责你，让你老了走不动了，还要经受儿女的拷问，这才是人世间最痛苦的煎熬。4. 影响后代利益的过错。刘岩的父母在他年轻的时候，
曾经做出了一次让他们后悔不已的抉择。这个决定几乎颠覆了他们家庭的财富格局。那时，他们家拥有一片广阔的田地，其中有一处特别肥沃的地块，位于一条大路的旁边，面积大约有5亩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距离他们的家颇有些距离。每当丰收季节来临，需要耗费大量体力，沿着那条大路挑着沉重的稻谷往返家中，非常辛苦。于是他们萌生了交换田地的想法，希望能换到一块离家更近、更便于管理的土地。经过一番协商，他们成功地与邻居达成了交易，用那片大路旁的田地换取了邻近的一块地。当时刘岩的父母对此感到十分满意，认为自己摆脱了那份繁重的劳动。然而他们并未预见到未来的变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条大路逐渐发展成为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，路旁的土地价值飙升。原先被他们换走的那块田地上，建起了一座座热闹的商铺，为那家人带来了丰厚的财富。他们的家业也因此迅速壮大，子孙后代无需再为生计奔波劳碌。刘岩对这一切了如指掌，但已经年近古稀的他不会把这事告诉儿孙。他想把这些祖辈的过错带到棺材里，就是不想儿孙们像他一样，总是记得祖辈的错，总是想起那曾经能改变一生的失去。其实很多事情是不可预判的，没有人会有先知的能力。既然已经无力改变，就没有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注定会让人痛苦的过去，这也是给后代的保护。5. 别说出你不喜欢谁。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，在你的世界来来往往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与你心意相通。相遇的人很多，但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成为知己好友。遇到不喜欢的人，不要表现得过于激烈，更不要在背后议论他，说他的坏话。人到晚年，别说出你不喜欢谁，别轻易给自己树敌，让自己惹太多的是非。朱自清说，你的话应该像黑夜里的星星，而不是除夕夜的爆竹，因为没人稀罕话多的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，我们应尊重他们的权利。年岁渐长，懂得控制自己的言语，不参与是非，不成为制造是非的人，是一种智慧。你可以不喜欢别人，但不应随意评价，更不能背地里说人坏话，这样会损害他人的名誉和尊严。无休止的议论他人，时间久了，会在他人眼中留下不良印象，甚至可能为自己铺就一条充满荆棘的未来之路，使生活变得更加艰难。因此，做人要懂得含蓄，赞美他人时可以直率，但对不喜欢的人，要学会默默放在心底。3. 这样做拥有幸福晚年。1. 学习基础理财知识。年纪大了，我们会觉得经济压力大，心里没底，所以掌握一些理财小知识，能让我们更自如地管理自己的钱袋子，保证老年的生活质量。首先了解点理财，就能知道怎么玩转股票、债券、基金这些投资工具，就像选衣服一样，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想要的收益，挑出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。比如，如果不太能接受风险，那就买些低风险的债券或基金，让钱袋子慢慢鼓起来。其次，懂点理财，也能让我们识别那些金融骗局。老年人容易成为诈骗的目标，但要是学会了分辨虚假投资、非法集资这些把戏，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钱不被坏人骗走。
同时，保持良好的金融习惯也很关键，比如不随便听信别人的理财建议，不轻易告诉别人自己的财务信息。再有，理财知识还能帮我们规划财产传承，老了要考虑怎么把财产留给孩子们。通过学习如何写遗嘱、设立信托这些法律手段，就能确保财产合理分配，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引起家庭争吵，保持家庭的和睦。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说的，经济学就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，一种生活智慧。学习理财知识就是给自己添了一把保护伞，让老年生活更加安稳幸福。2. 与亲友沟通要讲究策略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跟亲戚朋友们聊天时，怎么保护自己的秘密是件大事。首先得知道自己哪些事情能说，比如聊聊普遍的健康问题或者保养小窍门，但别把那些私人的病痛细节往外抖，这样既能保护隐私，又不让朋友们担心太多。其次，跟朋友们聊天时，学着巧妙地引导话题，比如他们要聊到敏感的，你就换个方向，或者提出其他相关但不那么私人的话题。再不然，你可以多分享一些积极的事情，比如你最近参加了什么活动，或者学会了什么新技能，这样也能让朋友们的注意力分散，就不会太关注你的私事了。有研究说，跟朋友们保持点距离，对保护隐私很有帮助，但这可不是让你冷落他们，而是要懂得在分享自己事情时保持一点谨慎和选择。用这些小技巧，我们就能在享受和朋友们的亲密关系的同时，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隐私。3. 不要干涉子女的生活。在和父母同住的家庭中，最容易产生问题的就是两代人之间观念的碰撞。正如俗语所说，养儿100岁，忧虑99，长辈们始终挂念着子女。这种深情令人动容，但有时这种关爱会成为子女的重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，子女们也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。随着社会进步和观念的变迁，很多老年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会与现代社会产生冲突。如果仍试图把自己的恶观念强加给子女，必然会产生矛盾。年龄大了，父母与子女的角色会逐渐反转，父母的权威逐渐减弱，尤其当我们需要依赖子女照顾时。孝顺的子女会尊重并听取老人的意见，但不孝顺的子女早已忽视了老人的建议。此时，父母若仍试图控制子女的生活，往往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毕竟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懂得适时放手，才是对子女和自己最好的安排。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，这本身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。人老了，与人相处，学会把握说话的分寸感，会让自己收获更多的福气。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不停地修炼说话的技能。学会好好说话，有分寸感的说话，是人生路上最重要的一个课题。在与人交往时，应保持适当的界限，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，妥善保管自己的秘密，这样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困扰。与人交往，要善于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对他人的困难多一份理解和宽容，让我们的言语充满温暖和关怀，使周围的人感到舒适，这样你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和喜爱。年岁增长，保持沉默，保守秘密，才是真正的爱自己。聪明的人在晚年会把握好自己语言的分寸，谨言慎行。
让话语更加有温度，收获更多的美好。愿你我在生命的最后一程都能够安详完满，了无遗憾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